今天我们要去攻顶一座叫做摩托车山峰的秘境，因为我家要去游泳，算是我们这趟机车之旅的纪念碑呢。Let's go！ 有些特殊村庄会收过桥费。香豆哥直线前进也太强了吧！我们现在去蓝溪湖了，要去爬山。所以这时候某一就要下来了，那想走跟自己骑，它这样会比较好控制方向跟重量。叮！现在我们到了路口，机车大家都停在这，我们现在把蓝宝也停在那边。然后toilet就洗手间也在那里，有没有那个白色的？然后这边入。一个人10K。那想走哥为什么觉得这边不要拿相机呢？因为听说这边蛮陡的。现在11点50。然后我们看我们攻顶大概花多少时间？都是这种蛮陡峭的阶梯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更累，还蛮喘的。我们刚才等人下来的时候，趁机休息了一下。两个外国人跟我们说还很远。对，他就说值得加油。上坡界的王子又在吊打我，等下下坡又轮到我了。喂，这边沿路大概50-60度吧，还蛮陡峭的。哇！走到第一个休息区大概花了10分钟，今天超闷的，15分钟左右。你听，好可爱哦，好不间断哦。去追想走哥吧，大家来听听想走哥的喘息声。大家才不想，没有人想听男生的喘息声。难说啊！我这整看用喷的啊。现在再给你一些沐浴乳，你一定可以知道，搓得出泡泡的那种，很恶心。给大家看最后几公尺的攀登。哎，超扯的，这里的岩石超烫。好看。哇，到了！哇，超可爱的！哦，超级可爱的耶！大家不要误会想走哥这个动作，他不是在伸展，他是在把腋下吹干。对。被我解读了吧？嘿嘿。汉阳城市的画面，跟高处。那条对不对？就是那条路况不好的路，应该就是从那边转进来的。它明显龙坡翻比较大。大超多，大超多。我觉得下山超扯的。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次风景。它在前面。我有很好吃点，肉已经长中。真的，而且石头也太烫，机车其实很稳耶。可是很烫，那机车很烫，要我扶过去扶你吗？机车超烫的。噔噔噔！我们在哪里？辽国啊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这里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这趟是机车之旅，所以想走哥说这个攻顶的地方对我们有特别意义。给大家看这里的景，这里比很多景点都还要值得来。而且爬山其实不算累，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很累，但我们在台湾山爬多了，你就会觉得这里大概是台湾山的1/10的路程。哇，你这样好帅哦！国旗感觉好有生命力哦，好推哦。超推的，想走哥玩超开心。所以决定晚点呢，我要拿这边的照片跟影片给我家人看。我想要看他们看到这张照片，他们会不会吓歪，以为我们把机车骑上来？想走哥为什么烫马腿？因为我等下跳下去游泳，没有，我们下个地方。喂，那是路啊，不是河。我们家下个地方是蓝湖。回到刚刚的柏流路的时候，再左转继续往前就到蓝湖。然后买票，一个人是10颗，那个停车场免费的。对，然后机器车免费，然后这里要更衣室，它有写免费，所以大家可以带衣服再来这里换就好了。前面一直传出跳水的声音哎。因为这边是最近的，它其实这边有3个地方。哦，看起来蛮深的耶，而且禁止喝酒哎，也太高了。怕水、怕速度、怕高的。不错，还是想玩水啊。这里真的超多的耶，还要这样自己先勾才可以荡。哎 ，Be careful！ 哦，
哎，失败的痕迹。这么痛？还好啦，已经没有那么痛。所以在那边，我在这边。哦。这一段我真的要笑死了！你看翔走哥的舞姿啦，好玩。这是痛吗？还蛮好玩，可是大家跳水的时候注意附近有没有人要跳，不然撞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伤。对，而且这边酒味好重。他看看这边到底有多少人。难怪没有人在那边玩。玩这个的话要钱10K，所以没有人在玩。但是你刚踩得到底吗？踩不到，那就好了。我已经觉得我掉下去水里面大概2-3秒起来，我还连你这么高踩不到，那应该很安全。曾经有跳过比这边高大概快2倍的地方，可是那边就会让我碰到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很恐怖，你就怕你脚被断掉之类的。这边的水都很贵，都要10K，大概2倍的价钱。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放松，然后喜欢做一些简单的挑战，你可能喜欢跳水啊，或者是玩那种空中滑索。Zip line，我问一下多少钱啊？在那边你自己参加的话，就是2个人的话是300K，Zip line 总共有12次。有人掉下来了。可以这样。我们刚刚那个去爬山的推荐数是几分？1、2、3、5。我难得给5分，因为那边 view 很好。那这边呢？这个是蓝溪湖1号，有一个人跳的。3。大家看我分数4分，因为人真的蛮多的。对，我觉得今天人应该算少。对，我刚好听到有一个导游在跟他的外国客户在讲，他们的旺季的时候这边超满，然后都是欧洲人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欢迎来到糯米头旅游彩蛋时间，耶！应该是辽国最受欢迎的 party 地方。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叫 Blue Lagoon 的地方，它其实是有3个知名的景点，是一个小泻湖，然后它颜色真的非常的蓝，很漂亮，很干净。它特别之处就是它也可以跳水，然后去这个地方附近还有一个山洞，可惜的是我们忘记，我们就没有进去。残念。Lagoon 那附近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活动，就是你可以租 ATV， 计费方式是以你租借小时计算，大家会从租借点骑车到不同的 Lagoon， 就等于是代步工具，但因为我们有机车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租。接下来第2个我们可以做的活动在万荣旧市，它有很多的制高点，其中这2个是比较有名的，那我们建议大家选其中一个就好。我们选了一个跟我们主题最有相关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骑机车。对，上面有个机车的布景，还蛮漂亮的。是，但都要门票，大约10K keep。可是景色绝对值得。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万隆最著名的一个活动啦，就是飘飘河，就是从万隆的市区先开车载你到一个地方以后，他到这边放你下船，接下来你就会拿一个类似救生圈的东西，对，在那边飘，你会也这样子沿路这样子飘下来，你不停的话大概会飘3个小时。真的，大家不要觉得有这么长吗？真的有。这边路上它其实有大概2间bar，有些人会跑下去喝酒，谨慎合法的。这边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让自己喝太醉去做这样子的漂游的行为，我觉得这样还是蛮危险的。但因为很多西方背包客就是喝挂，然后在那边玩疯了，就是真的不小心发生意外，然后往生的人数蛮多，导致政府就严格禁止这些比较太多夸张事情。听说以前还有menu上面有毒品，对，就是那边有些有毒品、酒精的问题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。是。然后假设你要参加这个 tour 的话，其实费用不是很贵，是60K 一个人。假设你是住在市区的话，你会发觉很多的青年旅社，他们可能附设泳池，就会很多人在里面开 party。对。所以万隆非常适合那种喜欢夜生活的人，在里面认识朋友。对，我们那时候隔壁青旅也有很小，他们跑到马路上在踢足球。对。飘飘河我们建议大家要注意的是防晒，因为它的路程真的蛮长的。我们那天阴天也晒到爆炸。对，然后飘飘河的河水不是很干净，所以假如你真的很在意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放弃这个。那这是我们今天万隆的分享啦。到这边啦，别忘了留下 like， 然后当然影片的最后老规矩，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旅游更详细的攻略提供给大家。See you， 拜拜。跟豆宇说这边没有人比我高。然后呢？大家都跟豆宇说这女生比。对。你要比中指了吗？有种比啊。对，是我们大概的这1-2天看到的第一个。热气球我还是推卡帕多西亚，再说我今天去过，我觉得还蛮新奇的。